在中国特使前往乌克兰进行俄乌冲突调解前夕呢，泽连斯基突然表明，全球没有国家可以进行调解。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回观察。近期呢，泽连斯基在访问意大利的途中呢，会见了罗马教皇方济各。方济各呢，想要作为俄乌冲突的调停者，可是呢，泽连斯基直接回绝了，而且呢，他的发言也给希望和平的各方泼了盆冷水。教皇方济各在各种场合都曾表示过愿意帮助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双方认可的结束冲突的方案，但泽连斯基却一口回绝了教皇的提议，并且呢表示无法和普京沟通。泽连斯基在会面后呢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需要调解人，我们需要的是公正的和平。他这话呢一出来，就表明乌克兰并不想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沟通。他还说呢，你无法和普京谈调停。全世界呢，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泽连斯基的这些话呢，或许不单单是在拒绝方济各的调解，也是在拒绝其他希望恢复和平的国家的调解，拒绝任何形式的调解。这样看来呢，泽连斯基并没有想要和解的打算，铁了心了要和俄罗斯一战到底。其实呢，在前段时间，泽连斯基曾多次要求和中国沟通，并且发文表示欢迎中国通过外交手段来调停冲突。中国也和乌克兰方面有了一次成功的电话沟通，很多人以为看到了俄乌冲突结束的生机。可是呢，就在中国即将派特使前往乌克兰的前夕，泽连斯基突然作此发言，突然觉得这话呢，或许是对中国说的。那泽连斯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180度的转变呢？首先呢，这绝对离不开美国的干预。美国本就不想看到俄乌冲突的结束，而且呢，还有可能是在中国调停下结束。这样呢，就让美国不得不出手，给泽连斯基上眼药水了。其次呢，近期泽连斯基访问各国寻求援助，而且呢，收获不小。例如德国，在泽连斯基还没有到德国，德国就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总值27亿欧元的军备。同日呢，美国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运抵欧洲。此前呢，英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50公里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以及比利时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1亿欧元的新一揽子援助等等。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比利时此次援助的资金呢，还是来自比利时冻结俄罗斯资产所获得的税款。这满满的收获呢，肯定是给予了泽连斯基的信心。他还在和德国总统会面后的讲话称，乌克兰正在准备反攻。泽连斯基呢这样的转变呢，表明了不管之前乌克兰对中国解决乌克兰的危机的立场文件是怎样的态度，不管中国特使怎样开展调解，乌克兰方面呢眼下是不准备和俄罗斯实现停火、展开和平的谈判的。而且呢，对于泽连斯基近期积极前往欧洲各国化缘来看呢，泽连斯基本人就是不想冲突在调解下结束，因为这样结束后，泽连斯基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先不说美西方的要债，最主要的是他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涯肯定是要结束了，而且呢，还将成为乌克兰的罪人。所以说啊，泽连斯基为了自己肯定不会让冲突就此结束，他还想着反攻成功，成为乌克兰的英雄。他的打算还真的是自私自利，拿普通民众的生活做赌注，赢取自己的美好的声誉。但战争从来没有胜利者，他也不可能成为英雄，他依旧是乌克兰的罪人。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可以在评论区互动，我们下期再会。